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泰啊。现在我在我们遵义市梅潭县的一个大山上，有没有看到我身后这个白白的悬崖？我看到有公路通到这个悬崖那儿去啊，我感觉里边可能有名堂啊。我用无人机飞过去探秘一下。哇，朋友们，太神奇了哈！果然不出我所料，里面居然有个洞穴，里边还住了一户人家啊！我们下去探访一下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现在呢，我是在大山上，我要顺着这条路开下去，然后呢，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个岔道，那么顺着这个盘山公路过来呢，到达那个地方，再有一个小道分下去，就到了这个洞的位置啊。我们赶紧去探访一下吧。你们看一下路边这些青草。这地方是不是不搞养殖太可惜了？这上面这些都是荒地啊！大家看这个路还是非常陡的啊，从这里一个比较窄的路下去呢，就到它的崖壁那儿。但是我们空中看一下是到不了它的洞口，可能就在洞口上边一点啊。这个路要小心一点，因为特别的窄。刚好只能过一辆车。我是从那个山上绕过来，从这里下来的。然后我车子呢不敢往下开了，这个路比较窄啊。它这个地方，然后正好弄来一个可以掉头的一个车位，那么我就不往下开了，因为我担心这个路特别窄啊。如果说开到它这个悬崖下去，要是没有地方掉头的话，就麻烦了哈。我还是走路下去吧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环境啊，超级漂亮。然后看看这边这一片，它这些土地都没有种。然后那个地方也有一个崖壁。哇，太漂亮了！这个是干嘛的？这是养蜜蜂的蜜蜂箱。看一下，下面都是小孔。这户人家居住在这个洞中，在这里养蜂啊。那个地方也有，上面那里也有。哇哦，这个地方真的是太漂亮了！看看，就在这个下边啊。然后这里还做了一个小房子，不知道干嘛的。那么它这个车子呢，只能开到这里啊。这地方掉头都比较困难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小石梯下去，就到达这个洞里面。看一下，一睹真容，太漂亮了！还有地下河，看到没有？那个边上还有地下河。但是刚才我们在这个航拍画面中是看到有狗的，不知道有没有主人在家。没有主人在家就比较麻烦了啊。看一下，就住在这个洞中。你们看一下这个上沿啊，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，而且交通也方便，公路开到这个上边呢，就是几分钟就走到这个洞里。天，这么远就听到这么多的狗叫声，不知道有没有主人在家。哇，那还有养有鸡啊，太美了这个地方。哇，这里怎么这么多的荨麻？然后它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地下河出口，然后正对面就是这个样子的。那边呢有个村庄啊，正好它这里呢是挡住那个村庄的，对面就是这个样子，非常漂亮。哎呀，我听到这个狗叫声我都腿发颤。
我天呐，主人呢？咕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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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噜。哎，这狗还听我话的，听。我们先站在这里看一下，看看里面非常巨大的一个坝子。这户人家就住在这里，然后门口还晾了好多的这个衣服。但是听到狗这么叫，也没有人啊。这个狗好像跟我还挺友好的。把这边养的是羊，这个里边养的是羊，看到没有？就在这个门口。然后这个狗呢，对我还不算有敌意啊，没有人在家呢，它也没有咬。然后看一下这个洞里面，我现在呢已经到达了这个洞口。那么里边它那个房子呢就是人居住的，这个外边呢就是养的羊，但是没有看到有主人家在，只有2个小狗在这里。而这2个小狗呢，对我觉得还蛮友好的哈，它没有说穷追不舍的来跟我争斗。那么看到这个洞的上沿嘛，好多的这种小洞，然后它居住的这个房子的后面是有非常巨大的一块坝子，那么边上呢就是一个地下河的一个出口。你们觉得这里漂不漂亮？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我到那个石头上去跟大家介绍一下吧。哎呦，这么多的荨麻，要特别小心。它这个上面有一个小房子，那么我们呢就是顺着这个小道下来，这里有一块巨大的一个石板，我们可以看到我脚下踩的这些石头呢，应该是若干年前这个崖壁上掉下来的。大家看这里有一棵树，正好是盖住的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怎么会长出一棵树？它水分从哪里来？真的是太神奇了。然后呢，大家肯定有疑问啊，那这一户人家呢是一直在里面有居住的，我们可以看到下边啊有晾了那么多的衣服，然后这里呢还有一个石墙，它这个石墙呢是隔来，里边是住人的，外边呢是养的羊，大家可以看到。那么大家肯定有非常多的一些疑问啊，它是住在这个洞穴的洞口，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又是一个地下河的一个出口，包括我们看到那个位置啊都有非常多雨水冲刷的一个痕迹，看到吗？如果说一旦涨洪水什么的呢，可能上边那个小洞那些也有可能出来水，要不然它这个雨水冲刷的这个痕迹是从哪里来的，对吧？那这个呢是一个疑问。然后大家看这个洞顶啊，有非常多的一些石笋啊，其实也挺漂亮的，看到没有？洞顶啊有很多的一个石笋。那么没有主人在呢，我们没有办法跟大家介绍的非常清楚啊。然后这个洞口对过去呢就是一个山，所以整个地方的环境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。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在里面做饭吃啊，那电也是拉过来的，看到吗？所以它这个地方是又有电，然后呢人呢也是在这里煮饭吃的，但是没有主人呢，我们了解不到更多的一些细节。那么朋友们，你们觉得他在这里居住了多久了？还有是一个地下河的一个出口，那么真正的涨洪水的时候，这里会不会淹？这是一些疑问啊，你们觉得呢？那这一户人家是因为养羊才在这里居住呢，还是说一直就在这里居住？这是一个谜团。第二一个呢，就是这个地下河如果一旦涨洪水的时候，会不会把这里淹到？这是第二个疑问。那么我们要等到主人来了之后，才能解开这些谜团。
朋友们，这个地方是不是绝美的世外桃源？太漂亮了，又是地下河的入口，又是在峡谷里边，整个周围方圆几公里都没有人居住，真的特别漂亮的一个地方哈。但是遗憾的是，今天没有遇到主人。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记得点个关注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我又在大山里面来了，看一看这里有一个水库啊，在这个大山深处。然后我现在呢是要从这个山里面走，估计要走40-50分钟。然后里边有一户人家，我们呢沿着这个沟渠进去探访一下。然后这儿呢是一个山中的水库，看这个水还挺深的，但是好像没什么人管理，应该是一个饮用水源。那个位置有个小房子。我们现在呢是要沿着这条小道，然后到这个大山里边去啊。你要天就那个走起上，我都走40分钟啊。他要挖公路，要走这里要挖上去好点。他都高架吧，还要进的哦。今天嘛这里挖进去好点噻，他顺到沟沟走噻。这个路也不陡。路比较平缓的。哎呀，但是现在这些路要挖公路这太难了。你这些别人家的地，你都要拿钱，你不拿钱拿去干嘛？因为是你一家人在里面住，多有几家嘛，大家凭关系嘛，可以在路途上也要少给点钱，多少给点是吧？这块钱你一家你整不了那么多，因为你像这一条路进去好几公里哈，各家各户的土地都多得很，你基本上协调不拢。哎，我上次那个老师聊的，他说他坐在那个底下，那看看底下马路边那个修的这种那个四层的房子，都在他的。我说你修那个，他说修的可能在那边。他不去。他拿那三个娃儿有几个出来那个室内。哎呀，你不要说住在这山里面的，住这山里面的都不是穷人。我问他，我说你为什么反正马路边住在这哪里有嘛？他说的。我的天，这个那高级。是啊。所以很多人认为住在山里面的就是穷，其实我跟你讲，很多住在山卡卡一家人都在那的，人家真的不穷。啊，小娃儿在外面都买的房子，他穷了嘛？只是他愿意住在山里面而已。这个沟沟头的这个环境是真的安逸哦，那边进来腾腾，你要把八月瓜好多哦，一树山里面。有看到八月瓜没得？那里还有棵乌贝子，你们认到吧？可是乌贝子噻。结得有嘞。这个就是农家沟下来的水了嘛？这个是引水工程。嗯。这个就是天门洞了嘛？这个天门洞挨得很噻。这个哪？哦，这个叫天门洞哦。看到没得嘛？这个天门洞从底下上来有起码500米长，这底下大过得很。里面就是疙瘩啊。对，这个天门洞大得很。那他们这边这个山林里面的中游才多。这个天门洞已经算非常大的了。很没得人来挖的呀，那个在边边弄个边边都。我只知道那种。哈哈，斗车呀。这个中文叫谁干？嗯。大家看一下，这里是有一片竹林的。那基本上呢，我们有竹林的地方呢，都是有人居住的。那么，可能早就已经房子都没了吧。这个树上好多的猕猴桃。对。现在我们已经走了20多分钟了，从下边水沟过来。这个呢是小赵，后边是他妈妈，然后他们基本上都是住在城里。然后今天呢，一起出来到山里面转转。阿姨累不累？还是有点累呀，有点累。哎，可能还要进去，还要走20分钟啊。
要不然的，如果走快点，再走15分钟。啊，你走快这个上坡的走不快噻。哎呀，这个上坡走起那么累。是啊。你们看一下，我们现在是在这个一大块的石壁上，然后身后这里看一下，特别漂亮。然后这个下边呢，就是如果说这里有水的话，我这个下边会形成一个瀑布啊，这里石头下去大概有一个30米的一个落差，非常漂亮哈，这儿的环境。我们呢现在是要继续往里面挺进，那户人家呢大概还走个20分钟左右就走到了。这个地方要是有股水流进的话，就有点侏罗纪公园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啊，对呀，它全是这种条纹，然后又有青苔。现在的话，因为有些树叶有点变黄了，如果正夏天来的话，再有一大股水流起的话，真的就是那种侏罗纪公园的感觉。跟下会儿，头天下过雨，再跑起来拍一段。是啊，你看这个地方真的漂亮。一会儿来那个石头就给你了。是啊，太漂亮了这个地方。我们在这里已经到了他们种土地的地方了。这个种植的是洋褐姜啊，可能好多朋友不知道。我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洋褐姜的个儿，看到没有？好，这个拿回去之后洗干净之后切成一片一片的，然后用咱们的那个胡辣椒来拌，超级好吃的啊！我们从这个峡谷爬上来的，然后这边也是他种的地，这些也种了一些地。那上边呢，大多数是荒山，然后这里也种了一些。我们现在应该已经快到他们住的地方了啊！是马上就要到了吧？啊，这个秋天来了，这个树叶也开始变黄了，这种感觉真的安逸。耶，他家还干的是石头房子啊！他这个地方的环境真的安逸哦，这棵树也大，漂亮。这个地方是真漂亮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漂亮不？还有泥巴墙，有石头墙。这边是煮饭的地方。耶，他人是在走球了，有没有听到声音？没烧的，好像也在烧啊。但它很有可能是用电。就用电哈。哦，没有电的，它这个我搞呢，它是没有电的，它是太阳能。那他也不是长期住在这里嘛？他说他长期住在这里吗？这里放了一些钟。这个房子就是非常古老的那种石头砌的。这边呢，好多豆豆。那他住在哪里啊？这没看他住的地方啊。这个楼，你没进去过啊？没见过，我上去走看见他那下挖土，他有没有什么大上面？哦。我看啷个上去吧？我本来上去到的。这边很久。你录了几头新的？应该是供的很久没电。哎呦，啷个上去不到啊？
功能现在已经跌落到只有1层修为了。哎呀，上去了！哦哟，堪称穿天后啊，上去了！哦哟，还爬得这么快，看到没有？一看就是武林高手级别的。可以吧？我爬是？可以，成功登顶。我们在这里等了好一会儿，然后主人家终于回来了，背了个啥？大家好，现在我在毕节织金县的大山里，我的身后呢就是几百米高的悬崖峭壁，下方啊还有一个村子居住在这里。这个地方呢三面环崖，一面江水隔断啊，也就是说，他们这下边的这个村子要想出去呢，除了从江面坐船，然后从这个悬崖峭壁爬上来之外呢，没有别的路啊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属于毕节织金县，下边呢就是百里乌江画廊。然后对面呢就是黔西的地盘，也就是说这里呢属于2县交界的一个位置啊。我们从空中来看啊，下边这个村子呢真的就像世外桃源一般啊。我从上边走到这儿呢，差不多都走了10几分钟了。然后现在呢，我要从这里下悬崖峭壁到这个村子里面探访一下，走。就在这个崖壁上的一个小道，它是来回的折返来折返去的，下到崖壁下的。可以看到，以前在交通不便的时候呢，这条道呢也是他们下边这个村子出山的唯一的通道。你看这些路边的这些石头呢，也都是他们一块一块的给它做成这种石梯的形式的。大家看，从我这个位置呢就能够看到这个村子了，看到没有？就在前方这里，村子。我这里下去的垂直距离的话，应该还有300米左右。那我们还要继续的往这边走，然后到崖壁上慢慢的折返下去啊。虽然说他们现在的交通工具的话，经常会坐船，但是看得出来这条路也是经常走的。这个下边真的是绿野仙踪的感觉，特别的美啊。他们当初来做这些石步梯上崖的时候呢，也是费了很大的功夫啊！你看这下边全是装的这种石步梯，这个风景你们就说好不好看吧？终于下来了，朋友们，已经看到他们的房子了，炊烟袅袅。哎呀，还有几百米就到了。我跟你们说，从上面走下来，我都差不多走了1个小时，不容易啊！汗都走出来了。这里就是乌江，这下边是他们的土地，然后马上就到村子里边了。看看这个下边啊，土地肥沃，地势平坦，但是后面呢全部是悬崖峭壁，包括他们用的电呢，也是从这个崖壁上拉下来的。这里呢是集中着一片房子。那你看他们这个房子呢，也是用的这个水泥砖，这个不知道是外边运进来的还是自己那个在这里做的呢？大概有好几家人哦，应该估计都有10家人。这上边人多，上来玩一下。找香油来了，吃饭没有？还没有啊？喝一杯，你们在干酒啊？干酒了啊！咦，大清早的来整酒啊？喝下水。你们喝，我不喝酒。我不喝，真不喝。只特3月3的。3月3。是啊，农历3月3要杀鸡杀猪的。耶，那你们是大干了？大干了。今天是农历的3月3。他们几家人在那打火啊，然后在那里喝酒，在那里划拳。哎呀，我就不好拍了，我到这个江边去看一看。
大家看到他们上面的房子呢，都是用水泥砖砌的，看到没有？这里就有砖。那他们这个水泥砖呢，是通过船只运到这个乌江的边上啊，然后从这里呢背上去的。我身后这里有几条小船呢，就是他们村民出行的一个工具。这个乌江的江面现在的宽度大概是100多米，然后这个深度呢也是100多米。以前呀，这个江边呢还住有10几户人家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悬崖峭壁之下呢，总的住有38户人家。这个江水蓄出来之后呢，江边的人就搬走了。这个下边居住的呢，都是苗族同胞啊，祖祖辈辈在这里居住已经有100多年了。这边有个奶奶在吃饭，我们看看她听不听得懂我说话呀？养了好多的鸡仔。奶奶，你听得懂我说话吗？我听不到。你一个人在家呀？年轻那些子女，年轻那些在家的。在家的哈。你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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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管我。嗯，好。身体不太好。身体不好。哦。子女身体不好，哎呦。你们在这边住了好多年了吧？都来，我这来的40多年了。你都来这边40多年了。哦。以前家也有几家。以前只有几家。以前家有几家。哦。现在要出去都是坐船哈。哎呦，我们这个在海挺你了，要去搞一个农场，也要爬一大坡，那要下一大坡。我看你有点渴呀哈。这个拿给你测下，你身体也不好啊，这吃了好的。这个身体不好啊。这是天麻，你认得到吧？你第2天要吃的话，你头天拿来把它用烧开水把它泡起来，泡3盖就行了。炖鸡吃。对，拿炖鸡吃。他们几个人还在那里喊拳，还在那里喝酒。我感觉他们苗族人喝酒真的厉害，还在喝。他们喝得正欢，我也不去打扰了，我慢慢走了。走喽！我不要落我这上了，我走了，你慢慢的喝啊，走嘞。如果我有2个人一起的话，我就可以跟他们干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说我一个人怎么弄啊？没有办法跟他们这个划拳呀、喝酒啊啥的。这个地方的环境啊，真的是非常的漂亮。以前呢，咱们管这个叫与世隔绝，现在呢，咱们把它称作世外桃源。刚才那个奶奶呢，也跟我们聊过啊，以前呢，这个江水啊没有填出来，不太好行船啊。没有行船的时候呢，他们真的是要从这个崖壁上翻到那边镇上去赶集，大概来回的话得6、7个小时的时间吧。现在呢就要方便很多，可以从江边坐船，然后到前边去。当然，他们如果说不坐车，要步行的话，还是走这里去赶集呢更加近一些。这个上边呢就有公路。目测中间他们居住的这一片地方呢，大概有200-300亩的样子吧。这个土地森林资源还是比较广的。从这个地方开始啊，一直到这个黔西那边这一整段呢，就被称作百里乌江画廊。这个崖壁的中间呢，有一个断裂带，这个断裂带上呢，就长了一排的这个植被。这一些断裂带的植被啊，就像一条绿色的腰带缠绕在崖壁之间，加上这个崖壁上的这些花纹的点缀啊，就形成了一幅山水画。所以说这个地方被称为百里乌江画廊呢，也是名不虚传。我觉得这个地方啊，其实是可以开发乡村旅游的。你可以来爬这个崖壁啊，你也可以坐船，在这个村子里边呢做一些项目，对吧？大家来这里有的玩的，有的吃的，我相信有很多人会愿意到这里来耍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你们听说过鸡下蛋、鸭下蛋，听说过恐龙下蛋，但是你们有听说过一片崖壁可以产蛋的吗？在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的骷髅寨，就有一片崖壁呢可以产蛋，就是我身后这片崖壁。每给30年呢，就会从崖上产下一枚蛋滚下来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咱们今天就来一起看一看。这里呢，就是进入产蛋崖的一个大门。那看到这两边写的字没有？这个是他们水族自己的文字。这边呢是天公地母运授崖鸡蛋。
这边呢是灵山水神乳绿野金秋，上边的横批呢是甲午端月云山雾景。你们是不是以为我认识这些水文？其实不是啊，它这个边上呢有对应的汉字。看到没有？这边挂了好多的这个红布啊，然后都是很多人到这里来祈福的。哇，这里看到没有？这么多的石蛋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石蛋的造型啊，也是各有不同啊。那看到这个石蛋上边呢，有一横一横的这种纹路啊，就类似于咱们这个古树的那个年轮一样的，好像一沉呢就是一岁这个感觉哈。可以看到这里呢就摆着几枚石蛋，这些石蛋呢都是从上边那一片崖壁掉落下来的。那么每一个石蛋呢都有这种不同的这个纹路，这个真的像一颗蛋，尤其是像这一颗，大家看看边上有很多的这个龟裂纹啊，就像是古代的大鸟生下的蛋，然后成为了化石的这种感觉。怪不得呀，有人说这个蛋呢像恐龙蛋。看到前边那个地方没有？这些地方呢也摆了有10来枚、数十枚的小蛋啊，上边也有。然后这里边呢也有很多的这种石蛋。那一片崖壁呢，上边那一片崖壁呢正在孕育一些石蛋，看到有些石蛋呢好像很快就要掉落下来的这种感觉。这个石蛋呢大概是每隔30年呢就会往下掉落一枚，就是从上边那个崖壁上掉下来，直到现在呢都被称为世界未解之谜啊。甚至当地呢悬赏50万呢，让人来破解这个谜团呢，至今仍未破解。听说呀，很久以前这里并没有人发现山下骷髅寨的一对水族夫妇呀，结婚了很多年之后呢，他们都没有小孩。有一天呢，这对夫妇的女主人呢就来到了山下这里，看到这里呢有一处闪闪发光。当他走近一看呢，就发现这里有一颗石蛋，于是呢就把这个石蛋当作珍宝。他觉得呢这个是天公地母孕育的龙子啊，欣喜若狂。于是呢他每天都跑到这里来抚摸这枚石蛋。没想到第2年呢，他就生了一个大胖小子。于是呢这里被下来的蛋呢就被他们都抱回家，视为很珍贵的东西呢，放在了自家的门口。有人就说呀，这个是不是古代的这个恐龙化石？实际上不是啊。有专家推测，产蛋芽形成于5亿年前，由碳酸钙分子在特定化学作用下渐渐凝聚在一起结合而成。随着亿万年的地质运动啊，这些石蛋暴露于地表，最终呢因风化和流水的侵蚀作用而逐渐从崖壁上脱落。所以说呢，这些石蛋肯定不是恐龙的化石啊，因为恐龙距今最远呢也才2亿多年。我其实也注意观察了这些石蛋和岩壁的关系，它们的材质几乎是一模一样的。但是在这一片崖壁上，为什么这些石蛋会脱落出来？为什么会形成这么多的石蛋？而这个石蛋呢，就像是亿万年前有人放进去的一样，确实是令人匪夷所思呀。我们注意看这一片崖壁啊，以前的时候它应该是一整块竖下来的，而经过千百年来不断的产蛋呢，你们看这一片崖壁呢已经凹进去了。因为我们知道已经产出来了100多枚蛋，那么这100多枚蛋放在这个位置呢，可能正好填平这一片崖壁。所以你们看，真的是像这一片崖壁孕育了这么多石蛋的这种感觉哈。仔细想一想，真的觉得非常的震撼。怪不得他们当地人呢，把这个地方称作天公地母，把石蛋呢称为龙子凤女啊，还真的是像那么一回事儿的感觉。紧靠产蛋崖的是咕噜寨。这个村寨呢，已经在这里有1000年之久。水族人的房子、衣着、生活方式啊，其实都是一样的。但唯独在咕噜寨呢，还有一个其他村寨没有的特点，几乎各家各户都收藏着从产蛋崖生出来的石蛋。咕噜寨的人啊，都以家里有石蛋为荣，因为只要谁家里有石蛋呀，谁家就能人畜兴旺，衣食无忧。听到这个消息的人啊，都觉得很神奇，想把这个谜底解开。慢慢的呢，这个事情就越传越广。后来呢，就有很多人慕名而来一探究竟，可惜谁也没有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直到现在为止，产蛋崖依然是一个未解之谜。它和安顺的红崖天书
并称贵州2大未解之谜。今天竟然有家门来了啊！啊，你今天家门到，好像天上落来哎呦，在贵州独山县的大山深处，我们发现了一个原生态的布依族村庄。整个村庄建在山体腰部，四周群山环绕，下方2条河流交汇，真是一个风景优美、人杰地灵的地方啊！但是想要来到这里呢，并非易事，需要徒步1个多小时呢才能到达。大家好，现在我在贵州独山县隐山镇的夹缝岩，顺着我身后这条河流，这个峡谷进去几公里的地方呢，还有一个原生态的村庄，据说还有几户人家居住在那里啊。今天咱们一起进去探访一下。哇，这里边的风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。这里呢好像是准备开发景区啊，但是现在呢是没有运行啊，所以说呢进这个峡谷是免费的。这一段峡谷呢大概有10公里长，据说这里边呢风景非常的漂亮，然后还有瀑布，还有一些石柱、山峰什么的，挺美的。这个景儿啊真的是太美了。哎呀，走了个把小时了，挺累的，坐这儿歇一下。他们山上这个村庄啊，虽然说不通公路，但是他们几公里的徒步道呢是硬化到家的，所以说出门呢也比较方便。年轻人呢甚至可以从这条路来回的骑摩托车。这里边的植被啊非常的丰富，这些沙树呢也特别的粗壮，看看都这么粗。像这种沙树的话，拿来筑木房子的中柱的话都已经大了啊，要不了这么大。现在我们已经到这个村里了，他们这里种了好多的茶树。哎，这2天我们贵州安龙的金字塔特别火，你们看看对面那个山是不是也有金字塔的感觉？那个石头一圈一圈的围着往上垒的。这家是进村的第1户人家，他们这边呢还密密麻麻的好多户人家嘞。下边应该是牛栏猪圈啊，然后上边呢是住人的。这里风景真的是太好了，大家看看，整个这几户人家就是群山环绕的同时呢，然后视野又非常的开阔，就是隐匿在这个大山中的一片世外桃源啊，真的非常的漂亮。你看这里几排房子，然后呢门前还有水田，这里呢刚撒下去的这个秧苗哈。哎，叔你在做啥？在秧。育苗吧？是育苗哈。啊，先放在这里面，等它大了之后再切摘。你们这里是有多少户人呢？总共？18户。啊，对。是什么族呀？是同一个姓吗？同一个姓，姓刘。姓刘。对，这里17、18户全部是姓刘的。对。哦。我们来看看，这个叔跟我们说，这里是布依族的村寨，他们的建筑全部是2层半的，这房子建得挺漂亮啊。吃饭了没有？是？没有，还早呢。还早嘞？哦。你一个人在家呀？对。哦。旅游啊？旅游，对，走上来玩一下。就你一个？一个人呢，走了好久才走上来。你们这边的房子都是这种哈，都是2层多的。下边1层是不住人的。下面不住，人住在中间。人住在中间。上面是人。你们这个寨子有多少年历史了好像100多年了吧。100多年了。这以前老祖先怎么会想着跑在这里边来哦？其他的大地方在那个地方站不住了，就往这个山里面跑。现在呢，这个年轻人呢都不在家喽。不在家，年轻人最年轻的就是他。最年轻的就是他。你在家干嘛？采茶。家家户户种茶吗？你们这边？好，茶叶是主业，这边就叫毛尖是吧？哦。每家的土地多不多？这个做一下再走吧。
好好坐一下。哎，这房间里面大哟。停电了？对。你们这里还好，有10几家人嘛，人还挺热闹的耶。 60多个，他们搞工作啊，小孩出去读书了。现在只有北户只有1个，是2个人守家了。总的就20来个。哎，总是20个，一共呢60多个。去年的时候，我在江苏啊。去年你也在江苏？对，就是我妈妈就是90多岁了，也回到找看她了，91。91去采茶去了。就是他从小就在这里吗？从小在这里呢。那个时候应该没有这么多家人。2户。 那你们这里一半都是他的下边吧？应该。嗯，对。我就说，就是2户人，然后就发展成17、18户。主要地方也多，这里边这些所有地方应该都是你们的哈。整个都沙县，沙岭最可的就是我们这个城，这个土和小土。我们坐在这里，说我们在做小台湾。你们这儿确实不错呀。环境也好，然后土地资源、山林资源也丰富，是吧？对，沙那个不得了，沙多了。嗯，因为你们是10姊妹，哎，对，7兄弟，哎，3姐妹，哎，对，哇，那不得了啊！你想，他们等于2个老人那时候要养10个孩子啊？哎，对，10个人现在都还在吗？全部在。哇，你们这个家庭发迹的不得了啊！那个奶奶在哪儿采茶呀？我想去看看。我带你去看看吧。去看看那个奶奶。说你的话，以前也是在外面打工哈？我也去了9年，在外边9年，现在呢就是年龄大一点了，然后就回家来了，也67、8了，也该退休了。现在到赶上要速度快一点，就4个半小时。就以前去赶集的话，要走4个半小时。不到5个。以前的话不走下边，是翻山过去赶集，那是不得了。这个奶奶91岁了，她还走这个路去采茶。你要城里面的老人，他走这个路都不行了。嗯，你们这水源还不缺哈，这半山腰都有水。哎，对，山上有水。他们下雨天。下雨天还大哈。对啊，这全部是茶。现在已经能采了，就是没人采，请人来采呗。别人也在采哈。78岁了，妈妈还在采茶。奶奶你好哦。这个奶奶91岁了，你还听得到我说话呀？这么远都？那你耳朵很好哦。咦，看你还精神的很呢。你每天都在这里采茶吗？每天来采茶。我听这个叔说，你那时候带他们10个小孩啊。10个嘞。对呀，10个，那么厉害呢。好苦哦！那时候确实是苦，但是现在就好了呀。现在好不他们老了的嘛。我看你还不老呢。老了，叔叔不行了。解放来我得15岁，解放来的那天，我打花鼓、扭秧歌。打花鼓、扭秧歌。哦。那你也会跳舞喽？会呀。会呀。奶奶那时候的经历也挺。你是年轻的时候就在这里哈？就是这个地方。那个时候只有2户人家吗？啊，那时候只有2户人家，我的婆在平塘那地方。你的婆家在平塘？你来到这点水这么的地气啊，叔叔啊，对不起呀。咦，你说哪个？我有水的。你们这里称呼叔叔吗？你们来我们就喊你们就叔叔。就是一个打招呼，一句打招呼的意思。那称呼老人也这么称呼吗？叫老太。老太太。你哪里来啊，叔叔？我是从这个遵义来的。革命老区啊。我也在遵义做过几年啊，现在这个打工这个临时生。我在去年是在家。
哦，那地方解放之也不破，那地方好。那国家来挖我们那个大厕所，前顶矮后顶坡。前顶崖后顶坡。这地方好哎，真的好哎。我们做了庄稼，猴子到处去。那些崖壁上有猴子吗？有。平时能不能看到？看得到，它不走。那幸好你们种的是茶叶，要是种玉米的话，我估计他就要来搞了。来，是吧？你在这里要干多久啊？要干到黑。干到天黑啊？你不累啊？干到天黑，干这么多时间？不累。不累。奶奶姓啥呀？我姓周。你跟我一个姓啊？你都姓周啊？我也姓周啊，跟你一个周。好，叔叔。好。啊，是我亲爱的。是亲人呐。家头家门呐。家门，对，家门。好得很喽。那这个地方的周家没得好两家。哦。啊，我有时候我慢慢的想呀，我们这个周家为什么少成了哦？不少呢，百家姓里面排前几呢。放电话呢？你来收茶叶是吧？每天都要拉出去啊，放在家里就不行。我要在。最小的。有啊。他多大了？40来岁。40多岁了，他50岁才生你吗？40多岁，他都50岁了。我也喊你去他家。哦，他是跟你住的？哦。马上来嘛啊！好。拿去卖去。好，你先拿去卖。你一天可以采好多茶叶哦？一天采得2斤3斤左右。2斤3斤，这个卖多少钱一斤啊？香烟的很哦。香烟的很。今年这个起初刚才卖60卖的40、40，刚才到你看10几块喽。哎呦，叔叔你在整理那地方来呢？遵义，对。今天。哎呦，切不腻，挖不腻哟，不腻一大滚溜皮哟。今天的家门到，今天竟然有家门来了啊！不，你今天家门到，好像贴上老来你哟。哎呦！你是不是嘛？那这你到闯我这个家门了，我们这个地方周家又没得周家，都啥有家。周家人多，只是你不晓得。我不晓得啊，我们那边上1000个人的寨子都好多。我家，我们周家也少，周恩来我们周家都有伟人哈。大伟人在这个里。周恩来嘛那。对。里面是在想到这个周家人少呢。咦，人多得很。你没有到人多的地方。那你现在还去那个平塘那边吗？去啊，我的外家在平塘啊。也经常去啊。你10几岁嫁过来的？到那个还没嫁，老人带来这个地方，老人粮食官是我们到粮食官就死了。有点冷啊，你要加衣服吗？不要感冒了，刮风了有点冷，奶奶把衣服穿上。你身体还好得很呢。腰杆上3道嘞。哦，你走路要注意啊，90岁了呀。楼上下来没注意哈。哦。所以我为什么的腰杆？我知道我腰杆嘛，先我嘛还有哎呦，帮你扣，都要扣起吗？都要把它扣起吗？扣嘛。好，可以了。嘿嘿。出来有点热。我到深圳那地方做的几年。你深圳都去过？
深圳、广西，我有女儿家的广西。你自己做茶吗？就是自己炒吗？我们炒，我就在他们的那买。我就在那底下碰到他的嘛。啊，碰到他，我就到他家去耍嘛，耍了之后他说的是，他妈妈都还在呀，91岁了。哎，我说的是我去看哈。那奶奶，这个东西我拿给你哈，这个东西我拿给你。这个是酒，这个是天麻，开水来泡起之后，第二天拿来炖鸡、炖鸭、炖排骨都行。这个是酒。我要这个不要这个。哎，这个都拿给你。你看我们有缘了嘛，都是一家人，是不是？嗯，是真正呀。我拿点东西给你也应该噻。哎呦，哪恩情咯？应该的啊，一家人的嘛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不用送我，那我先走了，奶奶，我先下去了。好，我先跟他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忙你的，你先采你的茶。这个奶奶呀，已经91岁了，你看她的身体啊，真的是特别的硬朗，而且说起来呢，跟我还是家门。她挺有感慨的，就是他们这里姓周的人比较少嘛，所以很难能够遇得到家门。遇到一个姓周的，你看她就感觉把我当亲人一样的啊，特别善良、特别慈祥的一个奶奶哈。大家不要觉得他们居住在这个大山深处，因为这里资源比较丰富，每家每户呢都有茶叶可以卖。你像奶奶90岁了，在这里采茶叶，她一天还能挣100来块钱呢。再加上他们的山林土地也是非常多，所以说即使不离开这个地方呢，也能够做到生活富足。整个村寨建房子的位置大概900多米，是人类居住的黄金海拔呀。所以你们看，奶奶已经91岁高龄了，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根本就不像90多岁的人。这个村寨呢，全部居住的都是布依族，而且这里有一半的人呢，都是91岁奶奶的后人。我听说过以前的老人呢，孩子都比较多，每家可能10个甚至10几个的，但是呢，所有人都能长大成人的这种概率是比较低的，真的是超级佩服这个奶奶。现在我已经下到河边了，朋友们，这个地方真的是太原生态了，不光是山上的布依族村寨有看点，这一条峡谷一路上来都是美景如画啊。大家好，现在我在黔东南的丹寨县，听说这边有一口打骨井啊，非常的神奇，只要人在井口一喊呢，里边就有水流出来，是不是特别的神奇？有朋友呢就在网上评论说，你这个啊肯定是有几个人在山那边轮流放水，你这边呢才喊得出来。这到底是真的有人放水，还是大自然的神奇现象呢？咱们今天就去一探究竟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打骨泉所在的村庄。看到后面没有？这里正在修高架。据说这个高架呢，就是修的游客接待中心。是在这个山的山脚下吗？还是在腰部中间哈？我们那边也有一个这种，但是我们那边那个它一天只出来3次，所以你没运气的话，你根本看不到。它有时候一天只出来1次。对，你们这个是肯定能看到的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打骨泉，它其实也不是在山脚，在偏腰部以下的位置。后边这个山呢也不算大，看一下吧。就是这个亭子里边哈，以前是漏贴的，现在才盖这个亭子，盖了个亭子哈。哎，现在是流着水的。哎，这运气也好，现在闯着大水。现在这个水比较大。它等一会儿的话，它这个等一会儿它就小去，会小去啊。我们看一下它小去。它这个呢也会咚的一声，水要下去的时候，好几声哎，就是它水要往回走的时候会咚咚咚响来。哎，就是水缩小去准备大水的时候，那个就听那咚咚咚咚的这种响声，然后就大水了。
那证明这个水是从地下冒上来的，不是上面过来的。不知道从哪里来。很多年前就这样啊。哎，开始小了吧？要。哎，现在开始小了。已经有声音了。哦。咚咚咚。小了，你看现在都断水了。对，马上它就回去了。哎，等一会儿它又涨了，你看干，这里都没有水了。对呀、它直接要干掉嘛，就是这里水也要只要全部沉下去。出来了，马上又出来了，相当于这个才隔1分钟。哎，隔个1、2分钟吧。这马上又出来了。那个水又满了。其实这个就是间歇性出水啊，根本不需要喊。天然的，那也就是说来玩了嘛，就就是来玩喊一下，喊一下，就喊一下打鼓钱。水出来了，就喊一下嘛。对。这水可以喝的。可以喝的。有，我们都经常喝的呀。这个有一股那个甘甜的味道。其实就是地下水了。是。对吧？就是地下水。地下水啊。它这个听那个声音的话，就咕噜咕噜往上冒。哎。如果你平缓流过来的话，没有声音的。是。哎，又要开始回去了，又要开始回去了。开始小。它出来大概就是2、3分钟，2分钟，然后又回去1分钟左右，又出来，大概就是这样。这个响声响的挺久的。哎。来啊回啊，它这个响声都比较大。蛮明显的。这个等于说你们记事以来就这样。哎，我们长大了就看见这样了，就一直是这样啊。这里边竟然还有虾。有有虾，有虾。这里有个小虾。有虾，还有那个螃蟹，小螃蟹。给他看一下这个小虾。可能钻石头缝去了。这里看到没有？这里有个。还不止一个，你看啊。多了，蛮多个的。这里边还有小虾。有小虾。小螃蟹也有，但是现在它可能冷了，它躲了。那大家看看这个水，确实是非常的清澈。我在这里一会儿来了3个轮回了。哎，来这里蹲的久了，有诚意啊，还来得大一点。大得多。这个打鼓井的这种自然奇观呢，确实是原来就是这样子的，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人工干预的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这个地方的地形。打鼓井的位置啊，是在这座小山屯偏下段的位置。我们看一下整个的这个上游啊，有一条河流。大家可以看到上游有非常多的农田，对吗？再往上走一点呢，就是丹寨的县城。整个打鼓井的位置呢，比上游这些水位都要低。那我觉得看到这样的地形之后呢，我觉得这个更像是一种自然现象哈，并非是人力干预。但是呢，我和很多的朋友啊，也有这样的疑问：如果说是从上游流过来的水的话，基本上就不太听到有响声，对吗？但是呢，我们在这个打鼓井的这个泉眼这里啊，大家也听到了，就是这种声音呢，它是水流往下回流的声音，它要上来的时候呢，也是往上冒的这种声音。所以这里边的水啊，它不见得是上游的河水，可能是地下暗河的水往上涌。那么这种自然现象呢，确实像很多朋友们说的，好像有人在开关放水一样的，它可能真的是这么回事啊，只不过呢，它是自然现象。或许在这个山体的内部呢，确实有那么一个阀门，哎，里边的水装差不多了，这个阀门呢自然松开，
这个水呢就出来了。然后水出来差不多了，到这个临界点了之后呢，这个阀门就关上了。有可能就是这么一种自然的开关啊。懂这个原理的朋友们呢，你们可以把图纸画来放在评论区，看看大家能不能搞明白啊。大家在网上呢都会看到那种视频，就是人到那个井口呢喊一下呢，这个水就出来了。实际上呢，这个只是让大家觉得好奇的一个因素，其实是不用喊的哈，它就是间歇性的出水，间歇性的回水。不过呀，大家要到这里来看这个神奇的景观呢，要尽早啊。刚才不是跟大家说了吗？前方那儿呢正在修建游客接待中心，好像是有一个老板在这里投资旅游开发。要来看这一地质奇观的朋友啊，要抓紧时间哟，不然以后可能就要收门票了。在贵州黔东南丹寨县的大山里，我们发现了一个特别漂亮的村庄，一条河流呈 S 型环村而过，将村庄呢分为了几个小组，每个小组啊都是三面环水，一面靠山，真是令人向往的地方呀。大家好，现在我在丹寨县的石桥村，看到这条河流没有？蜿蜒曲折的环村而过，真的非常的美。那我们今天到这个村里来干什么呢？并不是带大家去逛村子啊。这个村中呢，有一项遗传了几百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，什么呢？古法造纸。而且他们这个非遗的造纸基地呢，是在山洞中。哎，大家是不是很好奇，造纸为什么要选在山洞中呢？而这里流传了几百年的造纸工艺，到底有何独特之处呢？怀着诸多的好奇和疑问呀，咱们今天就去山洞中一探究竟。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穿洞的位置啊，这里有路牌，里边呢还有一个天生桥，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。这边呢就是一个穿洞，这里呢还立了好多的标牌，包括这个教学的实践基地啊之类的。好像没造纸嘞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纸张，这挺漂亮的哈，看去呢栩栩如生。这个书说呢，这里现在没有造纸，在另外一个地方。大家看看这个里边啊，非常的漂亮，一条暗河从这里边流出来，特别的美啊，特别壮观。上边呢还有很多的石笋。那么他们的古法造纸呢，这里就是工作区啊，这里一个山洞的洞口。那现在呢，很有可能是在别的地方去造去了。这里呢也不是仪器啊，这里可能也在造。因为这边大家可以看到，还有好多的工具都在这里的。我们进去看了一下哈，穿洞这儿现在暂时没有造纸，别的地方有在造，我们去找这个造纸的地方去。这个寨子里边好像有人造纸，咱们去看看。那写有一个纸字，我估计他们家在造纸啊。这边这个怎么感觉像民宿啊？外边那么多空调。哦，这边就在造纸。啊？看一下吗？啊，可以看。这是属于小型的造纸是吧？啊，对。你们是学生吗？啊，对，学生。就是实习的。啊，对。你们这个有完整的工序吗？就是这里的话。有啊。可以讲解一下吗？小吴，你跟他说一下，我们去抬这个桌子。去抬啥呀？抬桌子。需不需要帮忙？嗯。一般我们就是先采构树皮嘛，然后这就是裁好的构树皮。啊。因为它可以晒干了以后，这些构树皮是可以长时间放的。然后你要用的话，你就拿一些，然后在这个锅里面去。是已经煮好的，然后。啊，这里是煮好的。嗯。就是用那个干构树皮，第一步就在这里面煮是吧？也不一定是用干构树皮，它晒干是因为好存储。经常有人来研学嘛，你不可能一有人来你再上山去砍，所以一般都会这些构树皮都是应该是买的。煮的时候会放一些什么草木灰漂。草木灰。就是里面有碳嘛，吸附，然后它就会变干净变白。然后弄好以后就会打成纸浆，它打好以后打碎了以后，然后再加一点那个药水，对，就是因为纸浆嘛，它打好就像棉碎一样，像棉花一样是一团一团的。对，把它那个驱散开，然
然后就会加那个药水，那个药水一般都是那种芦荟啊、仙人掌这类都可以，大概就成这个质量，然后就可以操作了。哦，你拿这个就是小的这种。对，小的这个可以下。啊，这里呢就是你们学生搁这儿研学用的。人小的时候。啊，这里边都已经有了是吧？对，这里面就是那个纸浆呀，白色的。这样弄出来晒干就是纸了。是的，但是我们一般来研学，他要马上带着嘛，然后就会用那个机器来。这些就是你们自己弄的吗？那这个颜色是怎么上去的呀？是那个大漆你们把那个大漆弄在水里面，让它自然的流动，你感觉图案已经不错啦，可以了，你就可以把纸覆盖上去，然后拉出来就成这个样子。等于每一张都完全不一样的。对，每一张都是不同的。这个卖吗？多少钱一张？一张都40啊。那这个主要是哪些？他们买去是干嘛的呀？他们买的是画是280。哦，就是主要买画。对。这就好了。这就好了。这做废的，不用管它。这废的。废的。你这些都作废了吗？这些？这是好的，这废的。这个是废的。嗯。啊，这个是你刚才外面那个模具是吧？对，就是那个12星座的模具。你这种写字的话就不行吧？写字。这我觉得主要是用来装饰的。主要装饰哈。嗯。这个崖壁下呀，也有一排造纸的工坊，咱们到这儿来看一下。刚刚我们看的呢是他们学生搞这个研学的那种小的地方。你像这边的造纸的话，就是专门造来是要出售的，以纸为主的。看看这个造纸工坊，就是建在这个崖壁的下方。哦，这个就一张一张的造好了。这个会自动分层的吗？自动分层哈。这个很多，这个我得亏耍，这亏去。哦，老人家就在这里清理这个。哎，清理这张。这个是泡过的是吧？这个是煮过的。煮过的。对。那你要清理什么东西出来啊？清理杂质嘛。渣子哈。哎，清理不好的这些。哦，就那有烂的。烂。这个就不能要。哎。这个是皮外面的皮哈。啊，这个是干构皮拿来煮过的。煮了之后清理一遍呢，就给它打成渣是吧？哎，打成浆还没得这就烂了。啊，打成浆之后就是他们那里再弄那个。哦，这样子贴在这里的。它外面那个弄好之后。就是半干的时候来贴上面吗？是啊。像这种纸的话，拿去卖大概多少钱一张？几块钱一张？它主要拿来做什么呀？这个纸，写字吗？2条流水线，就是专门拿来烤纸的。那么他们这个从那边。池子里面把那个纸弄出来之后呢，就稍微干一下呢，然后一叠呢就放在这里，然后一张一张的撕来贴在这块加热板上，然后呢再烧火把这里弄干呢，这个整个工序呢就算完成。那烘干好的皮纸呢就在这里一扎一扎的，
像这里的话，就是正儿八经的造纸的一个工厂。那么石桥村造纸呢，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啊，所以呢，你看这个古法的造纸工艺呢，直到今天呢，都还在传承。现在呢，是被国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技艺。我们虽然看到他们的步骤并不复杂，就是用干的构树皮或者湿的构树皮煮熟之后呢，然后再进行挑选，再进行捶打之后呢，放在水里面进行溶解，然后来做纸出来。看起来没有多大的工序，但是其中任何一个细小的细节呢，都可能导致这个纸的品质呢出现较大的问题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操作的因素啊，对纸张最终的品质呢影响是非常大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在这样弄纸出来的师傅呢，都是有几十年经验的师傅。我们特别欣慰的是，看到了现在的大学生呢，也在来从事这一项工作，可以说看到了2代人的这个传承啊。我们这些传统技艺呢，都在不断的延续，给保留下来。但这里呢，远远不止造这一种纸哈。据他们的记载的话，可以造10种不同类型的纸。所以说，这个造纸技艺啊，是非常非常的精湛的。石桥村造的纸呢，还被国家图书馆、文物馆呢用来修复唐代啊、宋代啊、元代这些时候出土的文物古迹。国内外的一些知名画家、书法家呢，也会用这里的纸来写书法和画画，因为这里的纸写的书法呢，可以保存1000年不坏啊。大家有机会的话，也可以来到石桥村，感受一下这个传承了上千年的古法造纸工艺。在黔东南台江县的大山里，我们发现一个村庄坐落在半山之间，非常的漂亮。远远看去有上百栋的木质建筑，这些建筑呢错落有致，非常的美观。当我们把无人机飞近了一看，发现很多的房屋呢已没有人居住，整个村子呢看去有些萧条。我身后这里呢就是台江县的排略村，是在山腰上的一个村子。这是进村的主要路道。看这个路道上边呢，就感觉走的人相对比较少。有很多朋友啊，喜欢在我的视频下方评论，说这种住在偏山上段的村子会不会缺水？哎，你们看到这个水流，大概有感觉了吧？一般来说都是山高水高哈。这些房子大多都上锁的。你像这一栋房屋的话，也是废弃的。这个上方可以看到，这一片房屋呢都没人居住，看起来房子呢也是非常的陈旧啊，就是包括上面的瓦片呢也都没有进行翻新了。你看这些都挂着，就表示它外边有这个安全住房了。哎，这里还有狗叫呢。这一串房屋非常的大哈，过去呢有10来间，但是这个房子呢也都是废弃了。然后包括这个村里边的这些串户路呢，也是不太有人走啊，整个看去呢布满青苔啊，或者说很滑的这种感觉。大家可能想不到啊，这么大的村庄现在是几近荒废的一个状态。这个上面有没有人啊？咱们找个人了解问一下。哎呀，这个吊脚楼，大家看看。让你们在这个上面睡觉，你们敢不敢？这正儿八经吊脚楼，就是几根柱子把这个边上给撑起来了。哎，你吃饭了没有啊？喝酒啊？没有喝酒哦。没有喝酒啊？哎，到你家要喝酒。哎呦，你抓个鸡干嘛呀？这个说想跑到木家去。好大一个寨子哈！啊，房子怎么好多都烂掉了？哎呀，这个说新房子，这个旧房子都不要了，这个都是外面搞新房子去了哈。那个到台江啊，到全部都在外面去建房子了。外面搞一下。过来，吃点饭。不吃，谢谢。来嘛，不吃不饿，酒也不能喝，开车呢。开车就喝一点嘛。开车喝一点那不行啊。来嘛。不用，谢谢。再坐着聊一会儿就行。
这个上寨有多少户？上寨100户有吗？整个上寨？整个上寨有啊，有100多户啊。嗯，在家的。现在在家，都没有了，全部跑到外面去了。等于你这一片肯定也有几十户，但是就你们3、4家人了。以前这个村也挺热闹的。对呀。现在年轻人们都走了哈。是吧？年轻就走了，这个我这老人我就不走了。你们这里每家每户的土地应该不多啊，一个人几分田哈？4分。一个人4分。4分到5分。那在家里种田种不了，那肯定得出去啊。4、5分地，一个人的话种不了多少粮食的。种不了啊。最高要7、8倍斤。那关键是2过3过去吃，那就不够吃啊。对。这干旱来又没有办法，这会又没有的。会干旱吗？也会干旱的。有啊，这干旱又是我们地方这干旱的这干旱最厉害啦。一干旱就没水。没水啊！现在还有这两水。就来花，现在都一点水都没有花，都到这里挑一点来花。他们这个山也不算厚啊，然后这个叔跟我讲的，这个水井呢，就是他们村里面的老水井，以前100多户人家都是在这个水井这里来挑水。这就是排列村上寨的他们的古井。那你们看看，这里还有2棵神树，他们还有挂红布，也是祈祷这个水源一直有的这个意思。那么在很久以前，没有通自来水的时候呢，这口古井呢也是养活了村里的几百口人。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在没有通自来水的时候，这条路上呢来来回回都是人，大家都要挑水，人也要喝。然后这个牲畜呢也需要饮水。刚刚呢也跟这个村里的那个叔聊了一会儿啊，他们这里呢现在确实是人比较少，原先可能这个上寨就有100多户，然后现在大概就是10来户、20户吧，就大量的这个房屋呢是没有人居住的。这种情况呢，其实很多这种山里面大的村庄也是不可逆的，只要它的交通不方便，不能进行旅游开发的话，基本上也保不住。为什么呢？人口太多的情况下，田土只有这么多。那这个书也讲了，他们这里人均的田呀，大概就是4、5分地。那你要想一下，4、5分地的话，其实是很难养活一家人的。按现在的这个人口来算，一家人呢可能有5口、6口，但是呢只有2、3个人有土地，相当于说你1亩多地要种田来养活一家人的话是挺难的。所以现在就很多的年轻人他必须离开，他不离开这个地方也没办法，人太多，资源太少的情况下呢，就靠现有的这些土地资源的话，确实是很难养活这么多的人。你知道全世界最大的山体石门是哪里吗？它就是位于重庆奉节的汉奎门。很多人并没有看到过山门外是什么样子，今天就给大家飞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汉奎门因与长江三峡自然景观奎门相似，因此得名汉奎门。两边高约600米的绝壁在两山之间形成了一道400多米宽的天然大石门，被地质界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山门。汉奎门外有许多令人惊奇的地质奇观，穿过汉奎门后可以进入一条3公里长的迷宫河，河谷底两岸树木茂盛，四面被绝壁环绕，在河谷底很难分清方向，因而叫做迷宫河。在迷宫河里有一处奇特景象，半崖壁有一处飞泉，飞泉的下方有一处大约5亩面积的碧绿深潭，大约每隔10来年就会突然持续喷出数十米高的水柱，响声如雷，10里开外都能听见。当地人给它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，叫做泡泉。据相关专家解释这是一种地下间隙泉涌现象。门外的山上有一处观景台，我认为这才是拍照打卡的绝佳地方。可惜很多人不知道，也不会来到这里。
我身后那里呢，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佛像乐山大佛，它的高度有71米，肩膀的宽度呢就有24米，耳朵的高度都有7.1米。我们注意看这尊大佛呢，它是坐着的，要是它站起来呀，就更加的不可想象。乐山大佛呀，已经守护乐山1300年，在那个年代有如此精湛的石刻技术，非常的了不起。那么乐山大佛又是如何建成的呢？我们看这里的地形，处在一个三江汇流之地，右边是岷江，前方呢是青衣江汇入大渡河，正对着崖壁冲过来汇入岷江。所以在唐朝的时候呀，这里水流非常的湍急，又因三江汇流，暗流涌动，尤其到了雨季啊，船毁人亡的事故时有发生。在凌云山上的凌云寺里，有一位从贵州来的云游僧人叫海通禅师，每天看到这样的苦难，心中十分的不忍，于是他发愿说，我要在这里建造一尊全天下最大的弥勒佛像，旨在以佛的慈悲之心平息江水狂躁，保一方百姓平安。为什么是弥勒佛呢？因为在那个时候武则天的推动下，全中国都很盛行弥勒崇拜，而且弥勒佛呢也是象征着希望的未来佛。然后海通开始四处筹集善款，3年之后呢，带回了一大笔钱财，但是呀，也引起了贪官艾南德的垂涎，跑来跟海通禅师索要贿赂，当然是被严词拒绝了。海通禅师说呀，双眼可挖，佛才难得。艾南德恼羞成怒啊，说你把你的双眼挖出来给我看看。谁知道话音未落，海通禅师真的就把自己的双眼深深的给抠出来，递到他面前。贪官当场就被吓呆了，瞬间就感觉自己身上啊罪孽深重，于是反过来帮助海通禅师在这件事情上四方奔走，也为自己呢忏悔赎罪。在海通禅师这种强大的感召力之下，更多的人加入进来，终于在公元713年正式开工，场面呀非常的壮观。数年以后，海通禅师病逝，整个大佛已经初具轮廓，头部到肩膀呢已经雕琢完成。我们看到大佛头上1051个螺髻，其实呢就是单独用石头雕刻好以后再镶嵌上去的。整个佛头也刻意的把它做得比周围的山体更高一些，这样呢更加的雄伟。大佛的2个耳朵呀，其实是用木头做的骨架。这个时候最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当年那些经常沉船翻船的事故呢，竟然越来越少。怎么回事呢？其实呀，这些正是人们的善举结出来的善果。因为这么大的一尊佛像，必定要在山体上开凿下大量的石头，这些石头沉入江中，慢慢的呢就把江底给填平了，自然就减缓了水流的速度。这也正是海通禅师的真正初心和智慧。后来呀，有一个叫张筹坚穷的剑南节度使来到这里，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信徒，拿出了自己的俸禄20万，然后又奏请朝廷调拨盐麻税款800万，继续把大佛的肩膀和膝盖呢做好。再后来张筹坚穷调任京师以后啊，工程又再度的停顿下来，这一停呢就停了长达40年之久。安史之乱使整个唐朝一直都很动荡，直到公元784年，有个叫韦皋的西川节度使来到这里。韦皋的母亲呢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信徒，他本人也是，甚至于他家的鹦鹉都能念上几句佛经。于是韦皋拿出了2年的俸禄40余万，再加上朝廷的支持，一直把这个伟业呢继续下来，直到公元803年才大功告成。经历了整整90年的风风雨雨，大佛才正式修建完成。而大佛建成以后，一直就传言说里面藏有宝藏，1000多年来呀，不断的有人来此寻宝，大佛也被损毁严重。上世纪60年代才对整个大佛进行了全面的修整，而在1962年啊，真的在大佛身上找到了藏宝洞。
可惜早已空空如也。佛是一座山，山是一尊佛。乐山大佛的建造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，涉及到古代工匠的智慧和当时社会的集体努力，更是中华民族智慧与精神的象征。它的前世今生都充满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远的历史意义。在贵州遵义的大山深处，一条悬挂于崖壁之上的水曲，如同玉带环绕，美丽而壮观。它背后隐藏的却是一个鲜为人知而感人的故事。上世纪60年代，草王坝村遭受了百年难遇的严重旱灾，村民们围绕着一口枯井，日夜不停地排队打水。水源的匮乏程度令人难以置信，不仅人畜饮水成了难题，农田灌溉更是遥不可及的奢望。在这样绝望的时刻，时任村支书的黄大发同志毅然决定带领村民前往10公里外的地方寻找水源，并开始了修建引水渠的艰难征程。没想到这一修就是长达36年的岁月。这里呢就是大发天曲，我现在呢就是站在一个悬崖峭壁之上，看到没有？我们的水沟呢就是从这里流淌而过。这条沟渠的总长度呢是9400米啊。修这条沟渠呢总共是花了36年的时间。这里第一次修沟渠的时候啊，并不是现在这条沟渠啊，而是前方那个白崖上方那个位置呢还有一条沟渠。那条沟渠呢修了几年之后呢，因为这个技术呀各方面的原因呢是没有修成。那黄大发支书呢就去这个区里面去学习水利工程，一学呢又学了几年，把这些技术学会之后呢，回来呢再进行勘探测量、翻山越岭的，把这个线路规划好呢，才开始修的这条沟渠。那么这第2条沟渠呢，其实是一鼓作气，3年多的时间呢就修完了啊。在95年的时候呢，整个沟渠呢就通水了。这条水渠不仅为草王坝村带来了生命之水，也见证了黄大发同志与村民们不屈不挠、坚持不懈、愚公移山的精神。水渠修成之后，黄大发没有停下脚步，他又带领村民将曾经的荒山改造为梯田，修通了通往镇上的公路，学校等基础设施相继建立。今天的草王坝村更是迎来了发展的新篇章，高速公路直通本地，并在这里又诞生了一座世界级超级大桥——大发渠大桥，更为这里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。这一切的成就都离不开黄大发和村民们的不懈努力。如今草王坝村正驶向发展的快车道，吸引了众多返乡创业者回到这里，乡村旅游、农庄、民宿、餐饮业等蓬勃发展。我的小学老师罗老师也加入了这股创业潮流，在这里开办了自己的农庄。哎，罗生，哎呦，好久不见了！哎呦，这里幼儿园不是你整的哦？搞了好久了？是今天才开业。今天才开业？哦。那这里你这个房子是都是自己搞的吗？自家修的。自家修的？17年就修的。现在罗老师准备啷个搞啊？就是搞一个农庄嘛。农庄？也就是这个继大发渠，因为全国都很闻名的哈。所以说有些这个游客啊来到这个地方没得车的，没得住的，所以说我们考到这块，首先把那个车的这一块给他给安排了，解决了。你这里等于是一条龙，就是车的住的都可以。对，车的住的，你也是才转的搞这个哟？我因为就在小学嘛，就停办了嘛，感觉没得那个事儿做的，所以说后头来呢，就想到的回乡创业了嘛。就今年刚停的吗？应该说是上学期。上学期。上学期。其实你以前办学的话，还真的是为一些穷苦地方的儿童找到了读书的地方。确实，那个时间主要是针对了那个流动的这个打工子弟了嘛，务工子弟了嘛，所以说入学很困难。他正规学校开不到。对，所以说正规学校他入不到那么多学生，所以说解决这个入学的问题很困难，所以我们就开立了这个私立学校了嘛，所以就把这些打工子弟的子弟就安排了。你现在呀又是正规学校基本上已经够用了。对，然后也要转型了。转型噻，对，回来嘛就
带动哈儿这个地方的一些产业，反正就是发动了这个邻居，这个是搞养殖啊这些了嘛，也就是这里农庄搞起以后呢，我们撤的这一块都是就地取材，我们撤的猪肉啊，反正就是都是在当地的这个熟饲料养殖，包括我们的鸡，绝对是农家户养殖的鸡。今后我们那个鸡鸭蛋儿哈，反正就是市场上多少，反正老百姓就拿到我这儿来。有客户他要拿走的哈，我不赚一分钱，不图一分利，让他们带走，吃上正宗的土鸡蛋。包括我们的那个泰山羊对面的这片山上啊，也是我的老家，所以说他们这个养的羊啊比较多，所以这个地方有需要的顾客哈，来需要吃也好，需要带走也好，反正就让他们带走，或者在这里烤全羊啊这些。你个住宿有好多杆来用？我们住宿有将近30杆，我们那种就是那个家庭式的这个民宿，一家有3个啊、5个啊，一家人的啊，来到这个地方避暑啊、休闲啊、来旅游啊哈，给他低成本的提供一个这个住宿，你就一家人就可以住在这一套房子里边，对，就像家庭式那个，家庭式，它一个套房里面一家人住在里面，对，我这个地方下一步的打算哈，这旁边还有一些果园，果园。在这个房子的后面，是菜园儿，也就是这些顾客来了以后，他可以亲自去体验摘采果蔬了嘛，比如说我们的蔬菜就在地里面去亲自摘采，拿来我们给他加工，这个地方本身有黄支书、黄大发老支书了嘛哈，因为他真的是这个大公无私。为地方老百姓真正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真是这个很了不起。多年以来，罗老师在遵义扎根教育事业，积累了丰富的资源和人脉。这次返乡开设农庄，不仅仅是简单的创业，更是让农庄成为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桥梁，也为当地村民带来了发展新机遇。对于那些渴望逃离城市喧嚣，寻求田园生活体验的朋友们，草王坝村无疑是一个理想之选。在这里，你可以去走一走耗时36年才建成的超级工程大发天曲，学习黄大发愚公移山的精神，可以在割地田园找到一处宁静的栖息之所，仰望与众不同的星空，感受这里独有的风土人情，体验这片净土带来的宁静与和谐。